欢迎收看全新系列《阿雅炸厨房》，拍手。有在看频道的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平常就是一个甜点控，最近更是迷上了在家做一些小点心。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4道在家可以做的简易居家烘焙料理，让你们在家也能轻松做出美味小点心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炸喽！蹦蹦蹦！首先，我们要来做巴斯克蛋糕。你们平常去咖啡厅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常点巴斯克蛋糕？一块都要至少100-200，贵松松。我今天就要教你们用简单的材料，直接在家做出美味的巴斯克蛋糕。200爱无免，150爱无免，100爱无万免。来啦，来啦！我们今天呢，就简单的用6种食材，直接在桌上，食谱在这边给你们自己做参考。好，停3秒截图一下。这个巴斯克蛋糕没有任何技巧，没有，就是把这6样材料全部丢到调理机里面，给它尬了就可以了。好，请示范。首先，软化的奶油乳酪丢进去，接下来呢，鲜奶油加进去，柠檬汁加进去。如果你没有柠檬汁也没有关系，你用家里料理的白醋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糖加下去，2颗蛋加下去，玉米淀粉加下去，就 OK 了。我最近学了一个新技能，就是单手打蛋，因为我觉得单手打蛋看起来好专业，好威哦。好紧张，好期待哦。阿雅，我阿雅炸厨房最期待的就是现在这一幕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等着在看我笑话？是，你说，我就是。我们今天如果没有1-2个放送事故的话，这一个企划就白拍了。没有关系啦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居家系列呢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，朴实无华。只要你会打蛋，你只要会打开蛋壳，你就可以做得成功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主打有手就行啊。我就是要示范给你们看，平常不会做饭也没有关系，这样一样可以做出好吃的蛋糕。对，一样可以成为烘焙王。并没有。重事故。秉持着勤俭持家的一个态度，我们锅底的东西呢是一定要弄干净的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我看到锅底剩东西，我就会很难受。我们就是这么勤俭持家的一个 YouTube 频道。最后一个就是玉米淀粉，材料全部加下去。它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哦，这个调理机很赞哦。因为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尬了。尬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很担心它会跟着你一样它有一个防震防滑的那个垫子。它还可以拿来放蛋，我刚刚拿来放蛋超稳。罩上盖子，接下来呢就把机器的头弄上去。它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刀头可以选择？对，因为我今天是用巴斯克蛋糕，我是用刀头直接给它要用自己的刀头让它去打匀就对了。没错的。它这个大概要打多久的时间？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记那个时间，因为呢，记那个时间是没有用的。你们打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先拿起来看一下它的状况，因为它非常的轻巧。你只要这样子开盖，稍微看一下，哇哦，现在的状态不错哦，打到这个状态 OK 咯，你就可以收手了。但是呢，提醒大家，因为这种搅拌机呢，其实它的边边都还是会有沾到你刚刚的食材，像我们果汁机一样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拿一个小勺子啊，或者是你的搅拌棒啊，直接把这些食材这样子往下捞、往下缠，再让它打一下，你才会食材比较均匀，搅拌的比较均匀一点点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对你那个小工具都蛮有兴趣，还是我们要团购这些小勺子之类的？因为小菜刀、小勺子，这个很漂亮哎，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哦。虽然说我是在虾皮上面买的啦，对，欢迎厂商来找我们，好不好？我很喜欢买一些小工具耶，打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吧，我们大概就是打个几十秒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是一个很丝滑的一个状态了。你们千万不要打过头，因为它的刀筒其实是蛮利的，非常的猛。我们只要打一下下就好了，你打太久呢，它可能会有油水分离。反正你就打大概20秒，就拿起来看一下。打
打到滑顺，像现在这样子滑顺的感觉就可以了。我觉得看起来已经很好吃嘞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大家教一个小技巧，因为呢，我后来发现啊，很多人做巴斯克不是在面糊怎么打不会弄，是在铺这个纸，铺这个烘焙纸不知道怎么弄，千万不要花钱去买烘焙纸好吗？因为网络上其实有卖那种现成帮你折好的烘焙纸，巴斯克专用的烘焙纸，可是我觉得呢，那很贵。真的很贵，我这样买一大卷其实很便宜。我们现在进入折纸莲花的教学。什么频道啊？不要担心，这个真的会让你事半功倍。来，我们先对好尺寸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准备做2个4寸大小，你就是抓一个比你烤盘左右上下都各留大概1个手指吧，1个手指的大小。接下来呢，就这样拿另外一个烤盘。哇，生活智慧网哎！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方式，你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。如果你只有一个模，你就这样，先把纸放进去，铺平，然后接下来把烤模的壳拿起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不需要2个模具，你只要有1个模具，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接下来再拿起来，放回去，你的巴斯克烤培子就已经好了。讲讲，在放进烤模之前呢，你必须要先把面糊分成2等份。我呢，这个人呢是比较随意啦，你就自己抓一下那个大小、那个容量，好不好？我们这种居家系列就是主打一个随意简单，好不好？我先来倒一个。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倒啊？你就全部倒到这里面，那不就知道它已经有几公升了吗？然后几公升你就把它分一半就好了。哦，你好聪明哦 ，You so smart。你擅长烘焙，我擅长数学。你给我一张卫生纸，谢谢。你还擅长给我卫生纸，我还擅长帮你递东西。这个是原味的巴斯克，尬的超美的。我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我的妈！另外一个口味，我想要做 Oreo， 因为许先生非常喜欢吃 Oreo 饼干。我这一次就买了烘焙用的大包 Oreo， 这种是没有内馅的哦，没有中间那个白白的。所以它只有 O 而已，只有 O， 它没有 R。为什么 ？Oreo 它就是饼干啊 ，Oreo 就是2个 O 加1个 R 啊，就是 Oreo 啊，所以你现在只有 O 而已。那我现在要来把 O 放进去咯。来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只要把它 Oreo 放在面糊里面，搅拌搅拌，要放多少 Oreo 随便你啦，你自己开心就好了。好，稍微搅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倒下去了。哦，这个时候做面糊之前呢，你们要先把烤箱预热哦，220度先去把烤箱预热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2个巴斯克蛋糕啊，你在进炉前呢，就稍微把它的表面铺平整一点点，然后稍微小敲一下，小敲一下。因为它的面糊是比较流动状的，所以你敲一下，它其实表面就会更平整了一点。出炉喽！哇哦，好吃吗？好喝。我的巴斯克有成功吗？有，很成功。耶！第2样呢，我要带大家来做芋头头奶。首先，你必须要先把芋头蒸熟。我今天呢准备了400克的芋头。你们如果不喜欢自己处理芋头啊，全联都有卖那种已经帮你处理好了、削完皮、切好块的，你直接买那个就好了。但是有比较贵一点点。接下来呢，电锅我们用的是大同电锅，蒸东西好帮手哦。倒一杯水进去，盖上盖子，就让它吹咯。上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做这个芋头烤奶啊，我发现完全超简单，完全不麻烦，就只要准备我桌上这些食物。给你们截图。好，给大家截图3秒。材料非常的简单，分成2大类。以这边做一个区隔，往上这边呢是上面蛋液的材料，非常简单，就准备4样就好。下面这里呢就是我下面芋泥的地方，最好吃的芋泥也是准备这些材料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工。首先来做芋泥，芋泥我们刚蒸完之后，现在热腾腾、烫烫的，烫烫呼噜呼噜。我们趁芋头热的时候，赶快把牛奶、鲜奶油通通倒进去，
接着糖，其实我这个糖已经没有下很多，我已经算是食谱上面的减糖版了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先试试看。再加上奶油，如果你想要吃起来是像外面卖的芋泥啊，吃起来有香味、奶香味跟有甜味的，你就要照我这样子放这些材料。但是如果你只想要吃芋头原本的味道，你就都不要放也没关系。啊，我为了追求一个让芋泥看起来很漂亮，我还有加天然的紫薯粉，这不是色素哦，是紫薯粉。全部倒完之后呢，依旧非常简单，盖上你的盖子，调理机的盖子，拿上你的主机，搅动仪式开始。我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你鲜奶油跟牛奶啊，先不要一开始就全部加下去。因为呢，你的芋头如果今天买的是水分多一点点的，它就很有可能做起来会比较湿一点点。目前呢，打开看哦，我才搅大概10秒吧，这个10秒钟大概替代了我上次用人工手在那边搅半天，搅了15分钟才有这个成果。一样，我们还是先把它上面的部分搅下去。这样子呢，等一下它搅拌会更均匀一点点，稍微回一下啦，你不回也是没有关系啦。如果你喜欢吃颗粒芋头颗粒多一点点的，其实打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这一次想要让它更绵密一点，所以我就会再打一趟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只打了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我喜欢的芋泥状态了。那个芋泥其实很割呢。对啊。你就知道我上次到底搅拌的有多辛苦了，因为芋泥啊，它真的是看你买的芋泥种类啦。像我就很喜欢我们家乡大甲的那个，吃起来就脏迷迷。你如果加上奶油啊、牛奶啊，它就是这么难搅拌。你看，哇，它这个你之前怎么可能自己用手去打？打超久的啊，我打了快半个小时你光搅拌。想把它搅碎就花了很久的时间。有了调理机之后，我人生都变彩色的了。我这边要跟大家说，因为调理机它有附说明书，这个说明书上面呢都会告诉你，你大概打几秒钟之后，你要让主机休息一下，因为它这个马达就这么轻巧，就是这么小一颗，它没有办法像工业用人家在外面的那个面包店的搅拌机，不是，它就是一个轻巧型的，所以你大概打个20秒，你可能要休息个20秒或30秒之类的，你就是让它有一个休息的空档，这样子它的机台才能用得更长久一点点。接下来要把芋泥放进我的挤花袋里面呢，买挤花袋呢，你们要注意，最好是买这种最大的，因为我自己做下来的经验呢，买大不买小，你买大绝对不会吃亏。我现在搅拌那个芋泥，那味道真的是有够香的。芋泥控真的自己在家里做，你想挤多少芋泥都没问题。你能不能进来一点？如果你们旁边没有人帮忙拿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拿一个马克杯，直接把它立着就好了。这边也要跟大家说，不是没有调理机你就不可以做这些东西啦，只是说有调理机你可能会更方便、更快速。芋泥做好之后呢，就先放旁边，我们要先来做上面的蛋液了。芋头烤奶的精髓呢，是我们刚刚做完的芋头泥之外啊，就是上面的那个蛋液，那个蛋液布丁层很重要。我来教大家怎么做那个好吃的蛋液。那个烤奶的部分了哈。对，烤奶的部分非常简单，你就准备桌上这4样东西。你要做几杯的量，你就准备几颗蛋黄。我今天要做4杯，所以我准备4颗蛋黄，加上刚刚许先生帮我称的鲜奶油，通通蓝蕊，蓝蕊，不要浪费，弄蓝蕊，跟牛奶。还有不可少的糖，糖我一样是有做减糖的，所以你们按我的比例应该不会到太甜。这种小功夫呢，我觉得不用用调理机，不必特别用调理机的，我就用手打一打就好了。而且有一些部分自己打一下，也是在居家烘焙的一个小乐趣啊。对呀，你可以请你女儿啊、儿子啊，对烘焙有兴趣的啊，平常假日无聊，你想要带他们做一些小点心，这时候就叫他们，弟弟、妹妹，你们来帮我搅拌一下。增加他的一个参与感，很好许先生，我还好，不用叫我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到了组装时间，这边的组装呢，真的非常简单，你直接把你刚刚挤好的芋泥拿起来，准备好任何的烤模啊、烤具、烤杯，通通都可以。
我就是想要分给大家吃，所以我就有准备那种专业的外带杯。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面，我有试验过，你直接拿你吃饭的陶瓷碗就可以了。因为上次我为了做别的口味给许先生吃啊，我做了一个地瓜烤奶，直接用下去烤箱，依旧是非常的成功哦。芋泥的部分呢，你就是想吃多少挤多少。有这个挤花袋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挤得很漂亮了。我看到这边我有一个疑问，请说。我觉得是不是不用挤花袋啊？你是不是刚刚打完芋泥之后，你直接用挖的把它放进去盒子里面就好了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没有挤花袋，应该说烘焙没有什么工具都可以，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家里的汤匙啊，或者是筷子啊挖进去都一定没有问题。只是说你如果用汤匙，你就会搞得杯子边缘全部都是芋泥，脏兮兮的。有挤花袋就是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随你喜欢挤在哪个位置，哪里不够你就多补一些，就会看起来很溜啦嘞。就是主要是提供一个方便性的部分。没错，我们烘焙就是要这样子轻松做。如果你有工具，这种便宜的挤花袋，一个可能不到1块钱，有这么方便的东西，你拿汤匙又要洗，好累哦。它烤奶的部分大概要倒多少？单一我会倒到9分满，因为我后来发现你真的要倒满一点点，它膨胀的幅度其实我觉得不会到太大。你倒满一点点，看起来整个会烤出来会更漂亮。你也可以平均都倒一些下去，以防你到时候蛋液不够。所以我还是先平均给它倒下去。接下来就是要送入洞房了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放进气炸锅。芋头烤奶呢，跟巴斯克一样，其实我都蛮推荐用气炸锅的，因为气炸锅它上面的温度真的可以给它那种烧焦的感觉。你做出来的烤奶啊，表面就会变得超漂亮，是金黄色的。我们就直接把它送进气炸锅。对不起，我忘记蛋液要过滤了。如果你们在家做，记得哦，要过滤一下哦，这样烤奶出来才会更滑顺哦。第3样，我要来做今天的主食，我们要来做披萨，番茄芝士猪肉丸子披萨。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会。首先，我要先来做面团。面团的材料呢，就是我桌上摆的这些，一样给你们截图。好1、2、3 ，OK。制作方式干单，一样是把它全部倒进去。你们会默默的发现我换了刀头了。它有很多个刀头可以针对你不同的情境来使用。我们现在是要来做面团。它总共有3种，像我们前2种啊，都是用它有刀片的。那个就是把东西切断，或者是把它整个切碎。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呢，是揉面专用的头，先装上去。在那边揉打那个面团，让它变成一球这样子。来，高筋面粉一样丢下去，糖，接下来盐给它加下去。它这个是有顺序之分，是不是？其实不用，我觉得居家料理你没有像外面面包店一样这么复杂啦。外面面包店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先放，然后后面再放什么。但是我觉得居家烘焙啊，做出来其实没有差异到太多，你就是直接把它简单都放下去就好了。接下来最重要的酵母油，我使用的是橄榄油。这个披萨皮啊，做下来绝对是低油、低糖、低热量。再加上水，盖上锅盖，准备打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真的是不得了的快哎！你们平常啊，如果自己有在家里手揉过面粉的一定会知道，你到要成团，其实基本上要蛮久的时间。我现在初步看一下呢，我刚刚的水应该还可以再加下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稍微把它拿起来，因为你发现它已经成团了，有没有？成团之后呢，变成你平常自己手揉，大概要揉个15分钟左右才会成就的一团呐。这个没有用调理机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平常到底是怎么揉的。手揉太累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们刚刚打了大概4、5回左右啊，我就发现它的面团已经成团了，而且面团非常有弹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拿它附的这种保存的盖子，是不是要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打成大概打 OK 的状态会是长什么样子？
其实打 OK 的状态就是你已经可以这样拉起来，然后不粘手了。你要注意你的面团温度不要太高，因为如果你面团温度超过大概27度、28度，你的面团可能就会开始它不能用，它不会发酵了，面团酵母就会死翘翘。对，里面的酵母它已经不会作用了。所以如果你一边在打面团的时候啊，发现摸起来，温度开始丢，就赶快先拿去冰箱冰一下，再出来打，这样子你的面团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把它盖起来，拿去室温发酵，因为在夏天啊，你直接室温发酵就好了。你家有烤箱的话，你就放一杯热水进去烤箱里面，连同面团放进去，大概40分钟左右，我觉得面团应该就可以长到2倍大了。好，我们40分钟后见。好的，在等面团发酵的途中呢，我们先来制作等一下要放上去的肉丸子。猪肉丸，你们一定很好奇，我已经用绞肉了，干嘛还要用调理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市场买的绞肉啊，它虽然有帮你已经弄成绞肉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我们前2天做成肉燥饭的时候，那个肉燥还是太明显了，它还是会有那个颗粒感。对，如果你做成肉丸子啊，我期待吃到的是有点类似贡丸那种，已经软趴在一起，就是你要把这个猪的绞肉打成有点类似泥状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它要像鱼浆那种，已经可以汉堡肉，可以像汉堡肉这样拍，啪啪啪。所以我就还是要用调理机再帮它搅碎一点。我们今天准备的量呢，肉丸子的量一样放在荧幕前面给你们看，你们就自己估你想要吃的肉量。你多做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多做，你把它弄成肉丸子之后，你可以放冷冻。想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煎一煎，也是不错哦。加一点盐做调味，加一点黑胡椒。我跟你讲，黑胡椒哦，看人，你自己加多少量随便。另外，我们的丸子里面呢，要加一点洋葱，因为洋葱它会有水分，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肉丸子很干柴。大概半颗的量。接下来呢，你知道肉丸子要成团啊，大工程就是这个鸡蛋，它会帮它多了一个粘性，所以你就要准备蛋，再加一些起司粉调味，增加一点起司粉多一点，咸香的味道。我喜欢起司粉。我等一下也可以加在披萨皮上面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先加一点点，调个味就好了。你们有发现我换了一个钢盆吗？有。你知道它这台调理机啊，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它附2个盆子。你如果是像我刚刚做一些比较不会沾染味道的，你就用透明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要做肉类的，我就比较建议用这个。这个呢，就算你里面的味道再重，它等下洗一洗就不会残留味道了。我觉得用这个会比较方便，我也不用洗2次啊，很赞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花大概10秒的时间，我们就打好我们的肉泥了。这个猪肉丸的肉泥啊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直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肉丸子下去煎熟它。好，那你帮我拍手一下。1、2、3。我们请出我们最近在团购的这个 Bruno 的电烤盘，非常的方便，因为我已经不想移来移去了，我要直接在客厅完成今天需要的料理。好哦，我们接下来戴上手套，直接把我们的丸子呢变成一颗一颗的大小。抹些奶油，不知道会不会太大颗？感觉有点大颗哎。抹奶油好好玩哦。哦，啊，我的肉飞出去了，我的肉飞在地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制作披萨的上面的内馅。基底呢，就是拿我们现成的番茄寿司，这一种是有块状的，我觉得它可能相对比较适合铺在披萨上面。而肉丸子呢，肉丸子我看大家都说最好把它切一半，因为切一半你铺在披萨上面会是最漂亮的，不然你整颗蓬在那里就会很突兀。肉酱跟面团都大功告成了，我们面团看有没有好，就是看它有没有长到2倍大。目前呢，我的面团宝宝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好肥啊，好肥的大面团。然后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式，就是拿你的手指头直
直接戳下去，你发现你的面团不会回缩的时候，它就是好了，你就确定这个面团已经可以做成披萨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拿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稍微把它捏一下。好哦，经过我刚刚稍微排气了之后呢，我现在就要把面团直接用成披萨大小。如果你家有这种揉面店啊，它上面其实就已经有刻度了，我觉得挺方便的。我们要直接做一个大披萨，你们可以借由一个棍子，不一定要那种专业的棍子啦，不用专业的擀面棍啊，你家其实有什么棍子啊、直筒啊都可以用。好，我们直接快转到全部擀完的状态。好。我们完成我们的披萨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直接把这个撒满乳酪丝的披萨送进去烤箱，烤完我们就有香喷喷的披萨喽。耶 Go！ 1 hour later. 开炉，我的披萨。哒哒哒哒哒。好扯哦！请叫我面点王卡卡呀！好扯哦，这个跟外面卖的基本上一模一样嘞。回去吃看看。到节目的尾声了，我们要来打杯喝的，我真的是太累了。今天的结尾，我们就用一杯冰沙来做一个快乐的 ending。我要打一个香蕉蓝莓冰沙，还有加优格哦，一定会超好喝的。今天我们这一餐算是蛮健康的，说实在的。冷冻香蕉，这个比例其实没有一定，你们喜欢喝什么东西甜一点呢、你就多加一些。然后如果你没有喝那么多甜，你就水多加一些，优格多加一些，这个都很看自己啊，随意。要水吗？不用，我有准备冰块。好。太少了吧？其实我们呢是走一个随性路线，就是看打到哪里呢再加嘛。还有我有准备优格，这一餐真的是很健康耶。你是吃优格会舔杯盖的人吗？会，那你一定还没财富自由。我没有。来瞄一下。一块还是？等一下哦，我觉得它还有一点是小碎冰，要打碎一下。它这个可以做那种蓝莓碗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优格、蓝莓碗通通都可以用调理机去打，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们其实都是同宗的东西啦。对了，你们拿这个刀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小心哦，这个刀具非常的利，你们拿起来的时候就记得先把它放在碗里面，轻轻松松10秒钟，我们的蓝莓香蕉冰沙就已经好了。我刚刚有偷舔了一下，超级好喝的，我的妈呀！这个根本就是外面人家简餐店卖一杯200-300块的那一种优格饮啊！而且我蓝莓加超多，你们看这个颜色，完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或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刚刚调理机打出来的。我加了香蕉之后啊，你这个整个冰沙是完全不用加糖的，它就是天然的香蕉果糖。所以喝起来啊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就是给小朋友喝不健康或什么的，没有，它全部都是天然的水果。天哪，你们看这个颜色多么漂亮！天呀！终于做完了。看完我们这些小点心呢，是不是觉得其实自己在家里做也非常的简单？尤其这个披萨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扯，跟外面卖的基本上有87%像。请以后称我为面点师卡卡呀，我要叫你达美雅。达美雅，达美雅。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次阿雅炸厨房系列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给你喜欢烹饪的朋友。想要看我做什么简易的点心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们一定会拍续集的。我的 IG 也会不定时的 po 一些我做小点心的过程，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哦。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的主妇行列。
我们刚刚试吃了4样，拜托你们，荧幕前的你们给我一个掌声，每一样都超成功的，你们一定要自己在家里试试看，因为又简单又方便又好吃，没有调理机也没有关系，一定要自己在家里做做看，很好吃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披萨真的太神了，很扯。我的巴斯克也很好吃哎，喜欢芋泥的芋泥烤奶一定要吃吃看，真的很好吃啦。